当逍遥悄然登陆新加坡本地电视台时，这个消息并没有以喧嚣的方式席卷热搜，但它的意义却远比一次普通的海外上线更加深远。在影视行业内部，电视台播出从来不是简单的内容分发，而是一道严格的筛选机制。不同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，本地电视台更看重作品的稳定质量、受重视配度以及长期传播价值。因此，逍遥能够进入新加坡电视体系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被认可。这不仅是对作品完成度的检验，更是对主演谭松韵个人市场价值的一次侧面评估。它像是一块试金石，测试着海外观众是否愿意接受这位演员，是否能够在陌生文化语境中建立情感连接。近年来，出海早已不是新鲜话题，许多作品带着高热度和强营销走向海外，却往往如流星划过，短暂却无痕。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谭松韵的出现显得格外不同。他并不依赖极端营销手段，也很少通过情感绯闻制造话题，更不会刻意营造虚假的流量热度。他的存在感来自一个又一个角色的积累，观众记住的不是他的标签，而是他塑造的人物。正是这种去包装化的路径，让他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形成了独特的辨识度。他不喧哗，却始终在线；不争抢，却从未缺席。市场正在悄然释放一个信号，真正稳定的演员，或许比短期爆红更具穿透力。在当下的娱乐生态中，国民度和路人缘成为衡量演员的重要维度。而谭松韵恰恰在这两个层面都表现突出。他的观众基础并不局限于某一年龄层或圈层，而是横跨多个群体。这种广泛的接受度，让他的作品更容易被不同背景的观众所接纳。同时，他的路人盘极强，即便不是粉丝，也愿意点开他的剧集，给予基本的信任。从制作方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更低的播出风险与更稳定的收视预期。他不是那种依赖话题维持热度的演员，而是能够通过内容自然发酵讨论的人选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这种自带扩散能力的特质尤为珍贵。逍遥之所以能够在海外获得播出机会，也与其自身特质密不可分。首先，古装题材天然具备视觉吸引力，从服装造型到场景设计，都更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第一印象。其次是谭松韵的表演方式，她的演技并不依赖强烈的情绪外放，而是偏向细腻、自然的表达。这种生活化的演技反而更容易打破文化隔阂，让不同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下海外市场的选择标准正在发生变化，他们不再单纯依赖搜索热度或短期流量，而是更加关注题材是否合适，演员是否具备辨识度与亲和力。逍遥恰好踩在了这个趋势之上。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来说，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上线本身，而是上线之后的反馈。逍遥在新加坡的播出，本质上是一场面向真实观众的实验。不同于国内观众对演员已有的认知基础，海外观众几乎是以零预设的状态接触这部剧。他们不会被营销节奏左右，也不会被粉圈情绪裹挟，一切评价都更加直接、纯粹。这种环境反而更能检验演员的真实吸引力。如果角色能够打动人心，那么语言与文化都不会成为障碍，反之，即便热度再高，也难以留下印象。随着消息的扩散，围绕逍遥的讨论逐渐分化为两个阵营。支持者认为，这是谭松韵突破舒适区的重要一步，是他长期稳扎稳打所换来的成果。他们相信，这种不依赖炒作的路径，最终会带来更持久的价值。而质疑者则保持谨慎态度。他们指出，海外播出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爆红，更不能简单定义为出圈。真正的关键在于播出后的收视表现、商业转化以及口碑持续性。两种声音的存在本身也说明了这件事的重要性，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播出，而是一个值得被反复讨论的行业现象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已经习惯用爆红来衡量一个演员的价值，热搜次数、粉丝增长、短期话题覆盖率，这些数据看似耀眼，却也往往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而逍遥的出海，
让人重新意识到另一种更慢的路径正在悄然生效。谭松韵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几乎从不参与这种高强度的流量竞赛。他没有刻意制造情绪对立，也没有依赖争议来扩大曝光，而是选择把时间投入到角色本身。这样的选择在短期内或许显得不够刺激，甚至容易被忽视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却逐渐构建出一种更稳固的信任关系。观众开始形成一种潜意识，只要是他出演的作品，至少不会踩雷。这种信任是任何营销手段都难以替代的资产。它意味着观众愿意主动点击，愿意持续观看，甚至愿意为作品进行二次传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路径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。当市场风向变化，流量规则被重写时，那些依赖短期热度的演员往往最先受到冲击，而像谭松韵这样以内容为核心的演员，则更容易保持稳定输出。逍遥的出海正是这种长期积累的一次外部验证。他告诉行业一个被忽视的事实：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瞬间的爆发力，而是持续被选择的能力。而这种能力往往只能通过时间和作品一点点沉淀出来。当逍遥走出国门，进入新加坡电视市场，它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部剧的命运，而更像是一道分水岭，在这条线的另一端是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国际市场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一步究竟是试水还是起势？如果只是一次单点播出，没有后续的内容延伸、平台联动与市场运营，那么它很可能会像许多出海作品一样，在短暂亮相后迅速归于沉寂。海外观众的注意力极其分散，没有持续曝光，就难以形成真正的记忆点。然而，如果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那么意义将完全不同。一旦后续作品持续进入海外市场，并逐步建立观众认知，谭松韵的名字就可能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搜索。这意味着它的商业价值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市场，而是具备跨区域扩展的潜力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国际市场是否准备好接纳这样一类演员？不是依赖强标签、强人设，而是以真实、自然表演取胜的类型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谭松韵或许正好站在一个趋势的起点。因此，逍遥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已经取得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打开了什么可能性。它像一扇刚刚被推开的门，门外是未知，也是机会。而最终能走多远，不仅取决于市场，也取决于他是否继续坚持这条慢而稳的道路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更深入、有思考的内容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你觉得这次逍遥出海会成为转折点吗？我们一起讨论。